臣最后一次吧，儿臣再也不当官了，儿臣回老家，为父皇守护祖陵。你还有脸去守陵？朕多次训导你，人之大敌，非穷非急，乃是兼贪邪妄。穷能突变，急可医治。人一旦兼贪邪妄，则无可救药。你上一次贪污500贯，朕念你父亲的百般求情，只打了你100棍，你还不思悔改，胆子变得越来越大。依你看，面对着天下苍生文武百官，朕这次应该如何处置你？父皇，儿臣已退赃款95000贯，还有7万多，儿臣一定想办法还上。儿臣下决心痛改前非，求父皇再饶儿臣一次吧。你赃款可退，但是你退不掉给朝政抹的黑呀！你个扶不起的东西！朕真不应该上一次把你从棺材里头拉出来。你这次贪污、盗用官府文书、擅自增税、欺凌良家妇女，几条死罪落在一块儿，够你死几百回的了。你让朕如何能饶你？父皇，念你与我父亲从小情同手足，他正处风烛残年，他经不起这个打击呀！求父皇再饶儿臣这一次吧！父皇，闭嘴！拉下去！将朱桓拖到外头，先重打50棍！父皇饶命！父皇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父皇饶命啊！哎呦，别把我儿子打死了！老太爷，我看这事儿有缓啊，罚了不打，打了不罚呀。启禀陛下，罪犯已昏死过去。浇冷水，继续打。是。陛下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下去人可没命了。打死了算了。陛下不行啊，朱桓毕竟是皇亲国戚，而且有悔改之意，请陛下饶他一命吧。朱桓虽为皇亲，但是罪大恶极，不杀他国法难容。武士听令，赞！将朱桓绑至殿外，用箭射死。是。不用。臣在。由你监行。遵命。准备行刑。放箭！啊！儿子！老太爷，儿子！启禀陛下，行刑完毕，共射5箭，但未射死。剑法如此低劣，让朕亲自射死他。陛下，万万不能啊！5箭都没射死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陛下，不可重复用刑啊！陛下，天意难违呀！传朕的旨意，将朱桓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，收监。
是。且慢，陛下。微臣以为如此处置朱桓，实为不妥。哪里不妥？陛下常说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朱桓之罪明显重于吴金德等人，理当处置更重。这样的宽赦，微臣担心世人不服啊。是你不服。朱桓已经被打成半死，又射了他5箭，如此对待皇亲，自古少见，有什么不服的？何况他5箭没射死，此乃天意所致，不可违背。微臣以为，处置罪犯当依法典，不必考虑自古多见还是少见。若皇亲国戚便法外施恩，则将失信于民。久而久之，法将不法。斩了朱桓，虽有亲情之痛，但利国利君，请陛下慎思。大胆！你这是在教训朕。大逆不道，该当何罪？哎呦，皇儿，皇儿，皇儿，儿子呀！父亲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少爷，活着，哎呦，孩子！陛下有旨，将朱桓收监，请朱老太医让路。快走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宝贝儿子啊！谁不知，犯言进谏，如同自投顶祸，自露白刃。然而大丈夫应当正色处事，赤胆忠心，以报国恩，岂能以一己之力而不执也？圣人言：君将巨舰，则忠勇散；善恶同，则。父皇，郑士元直言冒犯，惹恼陛下，实属不该。但他既有忧国之心，退有死节之意，因任谏官，不得不犯言强谏，请求陛下饶他一死啊！陛下，郑士元出言不逊，理当严责。但是微臣认为，他所说的皆为药食之言，良药苦口，恳请陛下宽恕啊！郑士元，微臣在。既然皇太子跟韩爱卿为你说情，朕就念你是一时之愚顽，不与你计较，饶你不死。但是你要悔悟。微臣无过，何言悔悟啊？为陛下，为朝廷，微臣只是说了应说的话。微臣还是以为，陛下应当依法处置，朱桓应当立即斩首。至于微臣，即使与朱桓一同去死，身首异处，也心甘情愿。朕委你以重任，你却傲慢不羁，有负朕对你之厚意。朕今日想饶你不死，你还倒行逆施，仍然以言语相逼，那就不要怪朕不够大度了。
从韩铎之案到花船之案，微臣从未对陛下有过一句顶撞之词。陛下反贪之恢宏气概，也令微臣深深的敬仰。但微臣不希望遇到朱桓这块礁石，陛下就鸣金收兵。微臣被陛下提为御史，御史者乃陛下之耳目，督察百官，纠举不法，辨明冤屈，应当持纲不必权好。陛下，微臣无所畏惧，无所奢求，唯求报国而已。报国无罪啊！既然无罪，也无需饶恕。事已至此，微臣愿求速死。混账！你诋毁皇帝，重罪在身，还故作凛然大义状，也不过就是想以死来沽名钓誉而已。你要是再不认罪，就不要怪朕不念君臣之情了。朱桓既不处死，我正是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为维护国法，微臣不敢私系此身，即使身死，也要以尸征谏。来人，推出去，砍了！感谢陛下处死之恩，微臣无愧于九泉之下了。史官会写下：今日皇上杀戮无罪御史郑士元。陛下，郑大人，万万杀不得呀！微臣知道，陛下不忍心处死朱桓，但此举必失人心。杀了郑大人，又将双倍丧失人心，恳请陛下三思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才提拔你几天，你就敢跟郑士元一块同流合污？微臣才疏资浅，不配与郑大人为伍。然而，微臣同样为监察御史，与郑大人所持见解相同，不敢隐瞒。你要再敢废话，连你一块杀！微臣愿与郑大人同赴刑场，以白心迹。拉出去杀！谢陛下。父皇，请再斟酌呀。郑士元，没想到吧？你忘了撒泡尿照上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天是朱家的天，人是朱家的人，有你说话的地方啊！朱老太爷，请你把路给我让开。我为朝廷而死，为社稷而死，你不配挡我的路。你想让我儿子死，没门儿！你死定了！你以为你儿子还能活下去吗？这件事现在是天下皆知，铁案如山，只怕你日夜寝食难安了。我笑我，老夫现在很满足。郑大人，我陪您一同去死。你又说什么了？说了我该说的话。我嘱咐过你。郑大人，卑职已经看明白了，此事如此结果，留下我也无济于事。好啊，好，太好了，一网打尽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啊！嘿，二位，请。等等，将郑士元、韩亦可二人押走，听候命令。谁的命令啊？伯父，你就不要再管了。你自作主张。伯父，我是太子。老太爷有何贵干？陛下在吗？陛下不在这里。不在，上哪儿去了？陛下去了县衙。这，快走！老太爷慢走。皇儿，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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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谢父皇不杀之恩。环儿，父皇对不起你。父皇，你这是……环哥，你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？父皇，儿臣现在后悔莫及，今后儿臣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来不及了。父皇，你这是……父皇决定一切依法办事。父皇，儿臣向您保证，儿臣今后血之为民，隐姓埋名，我绝不再惹是生非。那你犯的罪由谁来承担呢？父皇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还不够吗？你应该明白，父皇不仅仅是你的叔叔，也是皇帝。我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不会完全按照我的意愿。我做错的最大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能让你早一点明白这些。父皇，你留着我，我还能为您做许多事情。咱们朱家需要人呢。朱家现在需要你去死。表弟，你替环哥说句话啊！环哥，父皇的决定也有我的一份。父皇和我昨夜都彻夜未眠，我和父皇都很难过，请环哥原谅。我会把伯父接过来，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对待他，请环哥放心。父皇，这事我父亲知道吗？还得告诉他。我错了。环儿，这是父王一生当中最难过的事情。谢父皇，谢父皇。禀告陛下，朱老太爷求见。让他到大堂见我。是。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六哥，不，陛下，老哥，看在同族同宗的份上，就饶了你侄子吧。陛下，我的好兄弟，咱们俩从小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不是我帮你，就是你帮我，是不是？今儿老哥求你最后一次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下令处死我，让我死在环儿前头，别让我
我看不下去。六哥，我都仔细想过了，实在是没有两全的办法呀。我现在是皇帝，凡事不能不从大处着想啊。可你已经饶了他了，你饶了他了，你为什么又反悔？你说话，你还算话不算话呀？老哥，皇上他这次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。他上一次贪污500贯，我就是看老哥的面子上屈法饶了他。为此，朝中还有许多大臣颇有微词。这一次他贪污16万7千贯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一旦时机败露，必死无疑。可是他还是要干。这孩子他自己在找死，你让我怎么拦得住呢？再饶他，我以后怎么继续惩贪？这样下去，垮台会垮得很快的。我一旦垮了，我们朱家就全完了。我不管他犯了多大的法，他是你侄子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杀不杀还不是你一句话，这话你就说得出口？伯父，您老别太难过，会伤身体的。父皇不是不看在您的面子上，父皇做事从来果断，唯有此事事关社稷，绝无良策。冲吧，你不能让我这么活着。老哥早死早享福，你就下令吧，拿刀砍死我，我求求你了。老哥，你说这个话，我怎么听得下去呀？我很想饶皇儿啊，朝廷饶不了他，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明白啊。我已然是快死的人了，你让我替皇儿死，我高高兴兴。你饶了他，老哥来世给你当牛当马，我伺候你一辈子，我的好兄弟呀！六哥，你听我说，国法不同儿戏呀。皇儿他犯法，他必须自己承担呐。六哥，皇儿走了之后，你放心，你所有的生活都由朝廷全部负责。可皇儿一死，我家就断了香火了，根儿都断了，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！六哥，我想把楚王朱桢过继给你当儿子，你看怎么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我只要环儿，那我就毫无办法了。六哥，我这个皇帝当得太难了。好兄弟，看在那块宝地的份上，你就饶了他吧！啊，你一定要杀环儿。那当初你把我请进宫里做寿，还送我那么些个礼物，你是不是就准备今天？我不要你做寿，我也不要那些礼物，行不行啊？我要儿子。六哥，朕已经下了决心了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重八，对不起你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老哥，好兄弟，我最后求你一次，饶了环儿，让我替他死。你要不答应，
今儿我就死在这儿！老哥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把刀子放下。伯父，您别这样，都别过来！走。好兄弟，你到底能不能答应？六哥，六哥，我求你了。六哥，六哥，我这么求你，你都不肯说句明白话。老哥明白了，我不为难你。还啊！嘿，不对，伯父，伯父，伯父！伯父！你们大家都看到了，我朱元璋先杀了我朱家的人，今后要是有贪官污吏，一经查证，朕绝不饶恕。叫郑士元来见朕。是。郑士元，你现在都满意了吧？陛下，微臣只是感到，今后当更加尽心竭力，忠于职守，勤廉为民，清正为官，不辜负陛下对我郑士元的信任。说实话，朕要你风闻人事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首先就会想起定远？陛下，首先，定远之事流传甚广，还有，他牵扯到皇家。你不觉得是在跟朕挑战吗？陛下，微臣知道这会使陛下为难。现在导致皇兄和皇侄都已身死，微臣心中更为难受。但陛下不是下决心要整治贪墨之风吗？现在全国都在看着定远，定远之事如果不解决，人心不服。若人心不服，贪墨之风就无法遏制，陛下反贪也无从谈起啊。因此，微臣提起定远之事，不是在向陛下挑战，而是在设身处地的替陛下和朝廷着想。你很好，事情总算过去了，朕没有做错什么就行了。历史上，能像陛下这样为了肃清吏治而大义灭亲的君王，实在是凤毛麟角啊！哼，你还会说这奉承话？微臣不过是实话实说。朕打算调你到湖广，任安察使司佥事，正五品，希望你继续惩恶扬善，不负朕望。谢陛下隆恩。
为什么朕如此三令五申，天下贪赃之事依然不得收敛？陛下，微臣以为，其实贪赃之风已经有所收敛，只不过是朝廷在明处，贪官在暗处，千年积习，一时还难以匡正。可见得贪婪是人的本性，不用科行猛正，难断其念。说到科行猛正，在历代的君王中，也没人能超过陛下了。不，朕还得再大开杀戒，直杀得天下贪官寝食难安，不寒而栗为止。郑大人，卑职一入仕途，就能有幸和您一起共事，真是受益匪浅啊！而且得到郑大人的指教，心中十分感激。韩大人过奖了。如若没有陛下的提拔，我们只能空有报国之志，而不能施展。所以要感激的话，你我二人都要感谢陛下呀。是啊，记得当初郑大人曾经说过，无论这件事结果怎么样，都不会有我们的好果子吃。现在看来，也并不像郑大人当初所忧虑的那样，陛下还是很英明的，不仅处死了朱桓，而且还提拔了郑大人。也许是这样吧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从今往后陛下是不会再想看到我了。这对一个臣子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郑大人，多虑了。卑职十分钦佩您的胆识和正气，可作为臣子，有时候也应该体谅陛下。其实我并不是一定要坚持文子监的做法，这样一味对陛下以死相逼，并非明智之举。但凡有一点余地，都应该保全自己。但是要做到这一点，实在是不容易啊。韩大人，作为谏官，为了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，必须要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宦海沉浮，吉凶未卜。韩大人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不要跟皇帝斗，因为最终我们是斗不过的。好了，不用送了。韩大人，今日一别，你我就天各一方了，还望韩大人多多珍重。郑大人金玉良言，卑职铭记在心。告辞了，保重。开国以来，全国上下从未听说过一个死刑犯可以偷运出监的奇闻。然而今天居然发生了，这是我朝朝政的耻辱。严重的是，此案居然由刑部官员所为，
从京师大狱到刑部有多名官员参与犯罪，执法而犯法，天理难容。若不严惩，则何以正朝纲？何以服万民？刑部尚书开济。罪臣在。你以为你该负什么责任？罪臣治理混乱，用人不察，致使刑部和京师大狱邪恶丛生，贿赂成风，甚至酿出薛家偷梁换主之惊天大案，臣罪该万死。你还是这几句话吗？罪臣有负皇恩，咎由自取，无颜面君，无话可言。朕再次问你，你跟薛家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拿过他们任何贿赂？罪臣没有。口出此言，你问心无愧？问心无愧。开济，这是陛下第3次这样问你。罪臣知道。把你的乌纱摘下来。开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自己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，就像那伍子胥过昭关一样。拿面镜子给他自己看看。臣知罪。臣愿做彻底交代。为时已晚，朕还需要你来交代什么？昨日夜里，薛世明已经恢复神智，将所有的经过情形全部供出来了。从策划薛案开始，你就收受薛家白银2万两。案发之后，又收受王希哲、杨淑珍2人1000两，甚至于在案情即将揭晓的时候，你居然还敢拿了薛家1半的家产。像你这样的一个大贪官，居然还以廉明作为标榜。在薛家的案子受审过程当中，朕看清你了，看清你是怎么样的步步为营。怎么样沉着应对？几次都让你化险为夷，你就认为自己精明过人，结果机关算尽，到头来怎么样？罪臣羞愧万分。罪臣心里明白，从始至终
罪臣从未摆脱过陛下的掌控，陛下不过是在戏弄罪臣罢了。陛下对罪臣早已恨之入骨，陛下，罪臣只是不得已而勉强为之，万般周旋，以求自保，还望陛下宽宥。朕确实早就可以把你们一干人等抓起来审问，但是朕没有这么做。你们难道不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是朕给你们一个自首的机会吗？为什么要一错再错，顽抗到底？臣积重难返。朕为了你父亲，给足了你面子。罪臣昨日彻夜未眠，受尽折磨，臣别无所求，只待受刑。满朝文武之中，你聪明过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来人，在。拖下去，先押入大狱，待其全部罪行查清之后，凌迟处死。是。走。走。你们都要记住，贪如火，不恶则燎原；欲望如水，不恶则滔天。一个贪字，上面一个金，下面一个贝，今日之宝贝，一时之财。开基的不法之财何其之多，一经查没，一切皆空。朕望你们以开基为戒，切莫在朕面前偷奸耍滑。朕既然决定要杀尽天下的贪官，就绝对不会随便放过一个。希望你们切记，要经常勉励自己，要固守勤廉之心，去贪婪之念，留芳名于后世。朕今闻山东、河北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北等地惨遭洪水为患，朕已下诏，即令各地官员全力救民抢险，开仓赈济，并且已经派遣10路巡查钦差，吩咐各地视察。关于赈灾的事情，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陛下，户部左侍郎秦升向微臣反映，新任钦差大臣刘玄在山东行迹不轨，有借用职权索贿受贿之嫌。哦，竟有此事。秦升，微臣在。你是根据什么检举刘玄？回陛下，今日微臣因划拨救济粮款一事，前往山东聊城，在那里偶然听见在百姓之中传播的一首打油诗，曰：“洪水上下翻，淹了老城关，苦了老百姓，肥了大小官。”这什么来由？微臣私下细作探访，就有官员向微臣揭发，说
钦差大臣刘玄，在山东聊城借巡视之际，大肆侵吞救济粮款，勒索地方官员，致使灾区民不聊生，雪上加霜。限于职权，微臣无法取得明确之证据，但微臣以为此事若不追究，后患无穷。是谁向你揭发的？推官邱中途、夏志义二人。吴大人，你看，他们来了。兖州知府吴兴武有失远迎。引路。遵命。圣旨到，刘玄接旨。什么人？这是皇宫里来的。圣旨到，查，查。刘玄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查钦差大臣刘玄在山东巡视期间贪赃枉法、敲诈勒索，着将刘玄立即逮捕，交大理寺审理。钦此。微臣冤枉，有人要陷害微臣，带走。微臣冤枉，走，微臣冤枉啊！走。怎么回事？啊？乡亲们，反正我们也活不下去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给我上！老爷，谁呀？老爷，梁大人有急事找您。啊？梁大人有急事找您。这么晚了，大人，蔡大人，今晚又有3户遭抢啊！前2户都被我挡回去了，第3户是赵维生家。连赵家他们也敢抢？是啊，这些人饿极了，谁不敢抢啊？好，马上派人把他们抓起来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刚刚听说刘玄被抓了。刘玄，他不是钦差大臣吗？还要到苏州来的。是啊，他在山东聊城捞了一把，没想到被皇上知道了。刚走到兖州，就被皇上派来的人押回了京城，连城门都没进去啊。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是啊，要是刘玄来苏州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；换个人，就难说了。消息可靠吗？我想，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嗨，刘玄这个人呢，确实也太不检点了。陛下，罪臣罪该万死，十恶不赦。看在罪臣多年兢兢业业、效忠朝廷的份上，恳请陛下饶罪臣一死。朕委派你做钦差大臣，本是担心地方官员借赈灾之便，欺上瞒下、中饱私囊，危害百姓。而你
却执法犯法，变本加厉，比贪官还贪，让朕怎么饶得了你？陛下，罪臣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后悔莫及。罪臣有一个请求。你还有请求？说吧。去年苏州知府蔡玄任上受贿80贯，被陛下判处凌迟处死。后陛下念及蔡玄劳苦功高，改判他为重责100大板，代罪还职，代料办公。只记蔡玄感恩戴德，恪尽职守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。罪臣愿步蔡玄后尘，将功补过，绝无二心。陛下，以微臣所见，念及刘玄初犯，此次又与地方官员拉拢行贿有关，微臣斗胆直言，可否对刘玄暂缓行刑，以观后效啊？胡说！苏州蔡玄毕竟是受贿80贯，你们10几个人还联名为他上保，朕才网开一面，而且是下不为例。刘玄受贿多少？还有谁敢站出来为他说项？微臣不敢。朕并不相信，天下的官吏都可以自甘清廉。古人把清官分成3类：知天理、明是非、不随便收取不义之财者为上；为了名声名节，不收取财物者次之；畏惧法律，担心被抓，不敢收取财物者再次之。朕以为前2者是不想贪，可谓清官也；后一者是不敢贪，也可以算是个守法的官。像你这种想贪又敢贪的官吏，朕何以宽待？拉下去，斩首示众，以正其罪。刘玄全家一律处死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升堂。谁叫于强？小民于强。你胆敢聚众滋事，夜抢民宅，你知罪吗？小民知罪。可是大人，洪水过后，我们的房子被冲了，地也被淹了，家里已经饿死了3口人，不抢我们活得下去吗？穷死不当娼，饿死不当贼，你知道吗？大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都听说上面来了救济粮，可谁知道，只见到那么2口锅稀粥啊！您去打听打听，又有多少人能喝得着啊？人命关天，我们不能等死吧？大胆！天灾人祸，自古难免，你还想造反吗？大人，您知道不知道啊？现在树皮被挖光了，草根也被挖光了，就连刚死的人，尸体都有被吃的呀！您是父母官，您不能不管呐！谁说本官不管？灾情严重，来得突然，本官心急如焚，正在多方筹措，解万民于倒悬。本官自昨日起也未曾进1粒米，你知道吗？哪回闹灾没有死人的事儿啊？蔡大人已经连续3天3夜没好好睡觉了。他用自家的存粮救济10多户灾民，你知道吗？蔡大人从外地调来的救济粮，明天一早便到，你知道吗？国难当头，法纪不容松懈。我蔡玄至今脚上带料，
如果你们发现我有贪污行为，可以直接向皇上禀报和检举。肆意妄为绝对不可。来人呐，将这3名首犯拉下去斩首示众，以正视听。冤枉大人！走，大人，我们冤枉！父皇，陛下。从聊城的情况看来，灾区一定混乱，又是出贪官的时候了。朝廷必须立刻派一名新的钦差大臣前往山东。是，可是派谁去合适呢？必须派一名最可靠的、清正廉洁的大臣去。你们看，派秦升去怎么样？秦升，陛下明鉴，微臣以为，秦升资历虽浅，却可堪当此任。满朝文武能像他这样的，不徇私情、不计后果、出于公心、敢于揭发者，并不算多。儿臣也认为，秦升是个堪当重用的人才。目前正是用人之际，可不拘一格。对于秦升，朕是有所了解的。他的父亲秦良刚是退职老臣，过去也算得上是朕的老友了，为人正直，家教有方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把秦升换来，朕马上要见他。陛下从来也没有单独召见过生儿，尤其是这么晚了。是啊，等着吧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老爷、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爹、娘，我回来了。生儿，皇上找你，为了什么呀？爹，皇上这次任命孩儿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山东巡视啊。钦差大臣，钦差大臣，孩儿也是没有想到啊。当今圣上乃是旷世明君，唯才是用，孩儿此次定当竭力报效，纵然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辞啊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就连你老爹还没当过钦差大臣呢。皇上最恨的就是贪官，最重用的就是清介之士。这次远赴山东，孩儿定当会不负皇恩，勉力而为，做出一番成绩来，能够施展平生的抱负。儿啊，你也许是大明朝建朝以来最年轻的钦差大臣吧？真是太好了。好了，你懂什么？老头子，孩子这么有出息，你能不替他高兴啊？爹，你怎么了？唉，娘，爹怎么了？谁知道呢？神神叨叨的，我去问问他。少爷，少爷，又来了几个老爷。
臣在。现在兖州情势如何？回禀皇上，臣等日夜奋战，形势已经得到缓解。苏州知府蔡玄，罪臣在。苏州现在情势如何？回禀陛下，臣等严密防守，已度过艰难之险境。朕告诉你们，每逢灾年必出贪官，各地的官吏要严格的管束自己的部下，不得贪赃枉法。万一有人胆敢以身试法，一经发现，那就莫怨朕没有事先告诫。微臣谨记。秦大人，不瞒您说，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，梦见有猛虎进门，长啸一声，摆尾而去。醒来问卓京，卓京说：“你又不属虎，梦见虎有什么意思啊？”哎，你不属虎，可秦大人属虎啊！正是啊。今日我走进秦大人府邸，方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啊，这梦是秦大人托给我的。有猛虎进门，就预示着有高官要职。我与秦大人至交，才有福气与秦大人共识天意呀。秦某确实没有梦见过。方才我注意到，秦大人这府邸，围墙四周柏树参天，宅地是前低后高，厅前生竹木，真可谓是大喜大利之象啊！哎，想来绝非虚妄啊！哪里，先生是不敢有非分之想啊！来，用茶。秦大人，临行前可否再补上一卦？这个倒是可以啊。去年春上的时候，倒是有这么一位云游四方的玄相先生，给在下算过一卦，说来年的夏季必有升迁。哎，这么想起来啊，倒是给他说中了。哼，惭愧啊！哦，果有此事。少爷，门外来了个算卦先生，就是去年春上给您算过的玄相先生。是吗？是啊。那真是太巧了，把他请进来。是。秦大人，我们告辞了。不，二位大人再坐坐。我想让这位先生也给你们算上一卦。这位先生颇有名气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后推算500年，还会看相呢。是吗？机会难得呀！哎呀，先生，请。哎呀，我要赶路，耽搁不得呀。秦大人真心相请，先生万勿推辞。请。秦大人，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秦大人，这是怎么了，先生？哦，没什么。先生是不是又看到些什么了？不妨明示嘛。没什么。蔡大人，您的脚镣沉不沉啊？尚可。陛下对您刀下留情，正可谓是一举两得呀。说得对。你和我走在一起，你就不怕占星吗？哎，怎么会呢？能和蔡大人您做朋友，这是卑职的荣幸。
今日之卦不能算数。哎，先生，有什么话尽管直说，本官并不忌讳。金大人，我等先告辞了。告辞了。且慢，二位大人，你们也听听先生是怎么说的，啊，但说无妨。贫道算卦说卦，请大人不要见怪呀。本官不会怪你，说吧。方才此卦为下平卦，卦曰虎落陷阱，还请大人小心为是啊。此话怎讲？卦曰陷阱本就猎人安，诱惑迷魂出自贪。虎落陷阱不堪言，进前容易回头难。卦又曰风光一时藏风险，是非口舌满身缠。交易财运事难成，两袖清风保平安。按卦象，诸事难成。先生这些话，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近来可有升迁之事啊？是啊，这秦大人刚刚晋升钦差大臣，你用此话来咒他，居心何在？张大人，叫他说吧。按卦象，大人唯有辞官不做，方可避灾呀。满嘴胡说八道！你是受何人指使？各位大人都在场，此卦并非贫道所为，应秦大人邀请的。贫道只是如实相报，不敢隐瞒。你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朝本官脚下看什么？哦，贫道刚进门，就见大人双脚拴铁链，这可是不祥之兆啊！你大胆！贫道算卦说卦，不敢无中生有。来人，在。送客。走。不要碰我，我自己能走。虎落陷阱不堪言，进前容易回头难。不祥之兆，不祥之兆啊！爹，一个算命先生的话，信口开河，您不必当真。就算不当真，我感觉也不好。儿啊，为父再三思忖，觉得你这个钦差还是不做的好啊。为什么？风险太大，你还不知深浅呐。爹，您是怕我得罪那些贪官？有皇上给你撑腰，得罪他们倒是不怕，怕的是你一下子有了如此大的权力，别人绕不开你，你可就危险了。你毕竟太年轻啊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您是怕我到了州府之后被他们拉下水。爹，您就放心吧，皇上如此重用我，我怎么会上他们的船呢？你一直在京城当官，下面的事情知道多少？他们的办法多得很，爹是怕你招架不住啊。爹，您太过虑了。孩儿虽然年轻，但做到左侍郎，至今一尘不染，也绝非没有丝毫经历吧。我看这里面的深浅，你还是不明白。在京城，就算你做再大的官，那还是在皇上面前呢，毕竟是不一样。不然为什么都喜欢外放呢？
在地方上，不要说你做个知府，就算你做个知州、知县，也比你这个左侍郎油水大得多呀。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嘛。更何况遇上水旱灾害，那正是各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之时，有多少是干净的？啊，你以为你这个钦差好当吗？那正是处在风口浪尖上，随时都可能翻船呐。那照您这么说，孩儿得抗旨不遵？难道要孩儿跟皇上说一声这事我不干了？怎么？听你的意思，你反倒不愿意让你儿子为朝廷担当重任？陛下，您对亲生的器重，老臣感激涕零。老臣只是觉得亲生涉世未深，经验不足，意志未笃，骤然担当此任，实恐事与愿违，怕是辜负了陛下的一片拔擢之意呀。这种事情真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这差事，任谁都想争，还未必争得到。结果落到你头上，你反倒顾虑重重。要不是朕对你的了解够深，你说是不是？朕又要难免怪罪于你。老臣知罪。朕也承认，你说的话可能有些道理。但是朕任用秦升，主要是看在他为官清廉和他刚正不阿，有你当年的风范，可以秉公执法。作为钦差，这是首要的品质，其他的各方面都可以宽容一些。不过，他也确实是年轻了一点儿。这样吧。看在你跟朕多年的情谊份上，朕就不追究你的唐突。如果秦升自己也觉得力有不逮，朕可以考虑另派他人，可以吧？谢陛下宽宏大量。但若秦升自己愿意担当此任呢？陛下，老臣宁愿被儿子埋怨，也不愿看到他步入深渊，有辱皇命啊！这什么话呀？老了，难道朕重用你儿子是想害他吗？老臣出言有失，罪该万死。你回去吧，叫你儿子来。谢陛下。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儿啊，你再听为父一句话。爹，这又怎么了？为父啊，完全是为了你好。你可要体谅为父的一番苦心。既然皇上已经吐口，你可万万不能一意坚持。位高权重未必都是好事。山东那个地方，去不得呀。爹，您这可是要坏了孩儿的大事啊！不是我。行了，您回去吧。你走吧。陛下，微臣愿肝脑涂地，报效陛下恩宠于万一。微臣下去以后，必将竭尽全力，忠于职守，不辜负陛下对微臣的一片期望。看来你还是不愿意接受你老父亲的规劝，不想放弃这个钦差。陛下，家父年事已高，难免谨小慎微，胆怯怕事。但微臣正值风貌年华，理应建功立业，鞠躬尽瘁，效力朝廷。好，朕就需要你这种志气。平身。谢陛下。现在各处灾民朝夕逮捕，朕虽然已经下令开仓赈济，但是唯恐地方官员执法不勤，得派一个得力的官员前往监督。你要知道，朕跟你父亲当年是生死之交，你父亲跟朕提出要求，朕不能不考虑。但是自古以来，忠孝难以两全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，
朕也就不改初衷，特派你前往山东视察。谢主隆恩。但是朕以为，你父亲说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。终归你是久居京城，阅历未深，下去以后要谨防某些地方官员跟刁民的奸诈。他们为了要讨你的欢心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或以美肴盛宴，或以女色，或以金银，或以各类玩好。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让你的意志动摇，你每天都会面对各种陷阱。你如果意志不坚，就掉进去了。所谓君子好义，小人好利。好义者以利民为心，好利者以壮民为务。终究要如何取舍，全看你要什么了。陛下的谆谆教导，微臣铭记在心。微臣最记得，陛下曾经告诫过我等：为官者，虽然俸禄有限，但手捧俸禄，犹如守着水井，虽然不满，但日日可以汲取，无穷无尽。贪赃者虽然可以一夜暴富，但终究是竹篮打水，一无所剩，甚至还容易招致家破人亡、身首异处。这些道理，微臣铭记在心。很好，只要你牢记这条道理，朕就完全放心了。回家之后，告诉你父亲，无欲则刚，明理则强，让他老人家不要太无端自扰。你也要做出个样来给你父亲看看。是陛下，微臣一定不辱使命。朕派张子恭跟你一起前往，明晨出发。遵旨。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你觉得这个人合适不合适啊？应该是合适的。奇怪的，倒是他的父亲。他那老父亲当年跟朕一块打天下的时候，就是出了名的老谋深算呐。陛下，张子恭已在殿外等候多时，叫他进来吧。是。宣张子恭。户部员外郎张子恭叩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